老挝在我的记忆中是抽象而神秘的。小时候只知道有这么一个社会主义的邻邦，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过了半个世纪以后，今天我终于踏上了这一片对我来说是相对陌生的国土。早晨在万象这一家不起眼的小酒店里坐下来，早饭还是相当不错的，也是包括在大概每天$27的住宿费中。我旅行的目的不光是只想看名胜古迹，而更想是侧重于了解人文习俗以及现在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想看看老百姓的生活，也想更多的了解这一个国家。走到街上，我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基础设施发展还是明显的不足。后面我也会提到，在乡村里，道路的建设还有相当的路程要走。傍晚去吃了一家越南的火锅店，里面人还是蛮多的，食物一般，但是卫生状况有点令我担忧。老挝首都万象的夜市是这座城市非常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夜市位于湄公河河边的街道上，周围环境宁静，游客可以在这里享受到悠闲的气氛，同时还能体验到老挝独特的文化魅力。夜市通常从傍晚开始营业，一直到晚上9点或者更晚。这个市场并不特别大，但由于其紧凑的布局，游客可以轻松地逛完所有的摊位。摊位周围弥漫着当地食物的香气。与其他东南亚夜市的相比，万象的夜市更显得悠闲和宁静，没有那么多拥挤和喧嚣，适合慢慢逛、慢慢品味。这儿的食物以老挝烤肉串、青木瓜沙拉、米粉汤、老挝泡饭、芒果糯米饭等等作为当地的有特点的这些小吃。身在中国，从我在小学的时候起，就经常听到东南亚那一带的战争。1970年至1976年，老挝的历史以老挝内战为标志，也被称为秘密战争。共产主义势力，也就是被称之为巴特老挝的势力，在苏联和越南的支持下，起来反对美国支持的老挝皇家政府。战争以巴特老挝的胜利而告终，导致老挝人民共和国于1975年12月2日成立。老挝人民共产党也被简称为老挝人格党，也是老挝唯一合法的政党，奉行共产主义，成立于1955年。1975年，该党夺取了政权，开始着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82年3月，在该党3大制定了老挝建立成共产主义基础的纲领，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巩固与越南、柬埔寨的传统友谊，发展与中国、苏联等国的友好关系，奉行与邻国的和平共处的政策。2006年3月21号，老挝人民革命党第8次代表大会在万象闭幕。在这次会议上，老挝人民革命党宣布
要继续坚持改革路线，在2010年基本解决贫困问题，为在2020年脱离世界贫困国家行列而努力奋斗。行车在中国援建的高速公路上，另外也看到新建的和扩建的住宅、商业中心和酒店，确实感受到国际社会对老挝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的重要支持。我正在夸奖老挝的公路设施似乎还不错，比我到过的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还要好许多。不料车子开始渐渐离开了高速公路，当我们进入到当地的道路时，坑坑洼洼的状况出现了，车子开始摇摆不停，上下颠簸。我幸好自己坐在第一排，没有被颠得晕车过去。这里确实是山清水秀，主人家拿出了最好的饭食款待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老挝人民的好客、热情、朴素和他们美好的品质。家里养了鱼，草场上也有火鸡，不远处还看到一群牛在吃草，这使我不禁有了诗兴了。鱼跃水清灵自然，火鸡低唱林间闲。牧牛回首天边晚，田园意境入梦田。朋友们，你们会羡慕这样的生活吗？回到万象时，眼前的这个地标是那样的熟悉。它是1957年开始修建，由法国工程师设计，1969年基本完工，是一座大型的纪念碑，原为纪念战争中的牺牲人员。1975年，当老挝人民革命党夺取政权时，万象市的群众庆祝胜利的游行从这里通过，为纪念这一历史性的事件而将其称为凯旋门。它的四面是拱形门与浮标，远看像法国巴黎的凯旋门。这里有点像是联合国的气氛。这是国家文化博物馆。我对老挝的商品价格有一点好奇，于是走进了街旁的一家便利店。我发现在这家便利店中，物品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有不少国际知名的品牌。老挝货币跟美金的比例是1比21899，当然货币的比例是每天都在变化的。
例如这个大瓶的可口可乐，它的标价是17500个 kip， 折合成美金也就是80美分。还有这个24罐的 Heineken 啤酒，它的标价是368500个 kip， 折合成美金大概是16个美元。这一个24罐的老挝啤酒，它的标价是305500个 kip， 折合成美金大概是14个美元。还有这个 Layer 的土豆片，在美国也是非常行翘的品牌，它的标价是19000个 kip， 折合成美金也就是87个美分。从这里大家大致上可以有一个数了，老挝的价格其实并不贵。那天晚上吃饭6个人，我也是付了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数字的晚餐，1915000。说实话，在万象时，我没有看到湄公河美丽的景色。清晨，我沿着湄公河的河岸走走看看，这是我所看到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湄公河。哇，这个好像不太好啊，看上去有点破，有点脏乱差。湄公河本来应该是很美的，我继续寻找，终于被我找到了，但不是在万象。我一直好奇，万象作为老挝的首都，它的起名是怎么来的？其实，万象出自于梵语，意为檀香城或者檀香之城。檀香是在佛教当中被用作制造佛像和焚香，因此它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老挝作为一个佛教国家，这种宗教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地名的命名。另外，老挝万象在老挝语中发音为边田，和中文的万象有谐音，所以以此而命名，并不是可以在那里看到许多大象。有许多人可能有那种误解。在那里期间，正好赶上了老挝的一个节日，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个节日的名字叫什么。我拍了一张照片，有懂老挝语的朋友可以告诉我这个节日的名字吗？来参加这个节日的人不少，特别是到了晚上，从湄公河畔的大梯到沿街的马路上，摆满了各种摊位，有吃的，有穿的，也有许多外国的游人。我想这个节日一定是还挺有名的。
当我在这些卖服装的摊位当中穿行的时候，我仿佛感到有一种时间倒流的感觉，仿佛时间又回到了中国的80年代。那个时候，在杭州的小商品市场也是充满了这样的地摊。市场后面的高音喇叭很大声的在那里播放，仿佛在告诫人们，但我也不懂得他们在说什么。กีฬาวัดจันทร์เมืองจันทบุรีจากคนเวียงจันทร์ประจำปี2024อิงตามที่ครองประเพณีอันดีงามของชาติเราเฮาที่ได้สืบทอดกันมาแต่โบราณกาล3天的旅行很快就结束了，总体的感觉，老挝的民的确是非常的友好、勤劳和好客。到万象来旅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老挝的经济还是以服务业和旅游业为主，在那里佛教的氛围也是非常的浓重。作为首都，万象集中了大量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援助机构和驻老挝的外国使馆。国际社会对老挝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例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万象及其周边地区都投资了多项的发展项目。万象也经历了较快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周边的农业仍对该地区的经济起着支撑的作用。那里的农产品如稻米、咖啡、茶叶等等的贸易和加工产业，还是为城市周边地区带来了它的主要的就业机会。另外，它的许多的经济结构还是依赖于国际的援助，另外行业也比较单一，基础设施虽然在改善，但仍需要大量的投入。劳动市场发展比较滞后。我在那里期间也没有看到有许多高科技的公司、工厂和企业，也没有遇见在这些公司、工厂和企业当中工作的年轻人。还有就是环境的问题，在万象，可能是因为城市还在发展当中，而且也发展的比较快，整个环境的清理去控制还是需要改善的，特别是在湄公河一带。另外，感觉那里的货币贬值非常严重，也有贪污腐化的迹象。我在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当我们开车离开老挝去泰国的时候，我们经过了边界，司机为了讨好边界的检察官，硬要我们付给边界的检察官大约700泰铢的现金。当我问检察官要收据的时候，回答就是简单的没有，都是一笔糊涂账。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了，谢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转发和订阅。我们下一期再见。